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最近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回顾2025年，美国股市最火的板块非半导体芯片莫属，半导体指数 ETF SMH 的年涨幅高达48.8%，是标普百涨幅的2.7倍。得益于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需求，高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商赚的是盆满钵满。本期视频，查理为大家逐个分析五大半导体巨头：英伟达、AMD、博通、台积电、美光，看看哪只股票还有巨大的上涨空间，哪只股票面临下跌风险。此外，为了回馈广大投资朋友，查理还会分享 CRI 系统在2025年全年的投资表现，看看我们能够从市场中学到什么。12月10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H200人工智能芯片，从而解除了拜登时期对华的 AI 芯片出口禁令。英伟达计划在2026年春节前开始向中国市场交付 H200芯片，第一批总计4万到8万枚，总价值高达10亿至20亿美元。看起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对川普的影响非常大，他说服了川普把老款的芯片卖给中国，这样可以抑制国内的芯片厂商，比如寒武纪，加速发展自研芯片。同时，美国政府还能从销售额中抽成25%赚钱。当然，对于英伟达而言，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中国市场原本占 NVIDIA 数据中心收入的20%以上，现在 H200的放行，公司立刻就有了新的订单，而且 H200芯片是非常成熟的产品，单卡毛利润高达70%以上，就算被美国政府抽成25%，NVIDIA 还可以净赚45%的高利润。市场预计这部分额外的销量能为公司带来高达80至120亿美元的年收入，净利润的增量能达到25至40亿美元，相当 nice。这也是 NVIDIA 股价近期从174美元跳涨到188美元的原因。当然，作为全球市值第一的科技龙头，英伟达要担心的绝对不是对华芯片出口的问题，而是来自定制芯片老大博通以及其他通用芯片制造商 AMD 和英特尔的巨大挑战。要知道，英伟达的主力产品 Blackwell 芯片的零售价高达3万到4万美元，而它的生产成本只有6000美元，这意味着单颗芯片的毛利率高达80%。这么赚钱的生意，其他半导体厂商都会眼红。而采购这些天价 AI 芯片的大客户，包括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云计算巨头，他们也都迫切希望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品。为了应对来自 ASIC 和 GPU 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英伟达在12月份做了2个战略性的大动作。12月1日，NVIDIA 宣布和 Synopsys 新思科技达成合作协议，英伟达投资20亿美元买入新思科技的股票，占 Synopsys 大约2.6%的股份，跻身第7大股东。新思科技是全世界最大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领域的软件巨头，提供设计芯片所需的软件工具。没有 Synopsys 的软件，苹果、英伟达和 AMD 都无法设计出高端 AI 芯片。通过入股新思科技，英伟达能将自己的 CUDA 显卡加速和生成式 AI 直接引入 EDA 的工具中，这样就确保了 NVIDIA 能够在第一时间用 Synopsys 最先进的设计工具来研发下一代 AI 芯片，比如 Rubin 系列。更重要的是，Synopsys 的软件系统将优先支持 NVIDIA 的产品架构，从而挤压其他芯片公司的竞争空间。12月24日，AI 芯片初创公司 Grok 宣布和 NVIDIA 达成非独家授权协议，英伟达将获得 Grok 的核心 AI 推理技术许可，并且 Grok 的创始人、谷歌 TPU 之父 Jonathan Rose 以及他的核心工程团队将正式加入 NVIDIA 上班。Grok 仍然作为独立的公司运营。为了完成这笔巨额收购，英伟达花了足足200亿美元。要知道，虽然英伟达在 AI 大模型训练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推理大模型执行的层面，实际上落后于谷歌的 TPU、AMD 的 MI 产品系列。
而 Grok 的技术精英曾经就是谷歌 TPU 团队的核心成员，开发出了 LPU 语言处理单元。Grok 的 LPU 专门为了推理而设计，它的架构极其精简，省去了复杂的调度逻辑，使得生成大模型的速度非常快，且延迟极低。这笔交易对于 NVIDIA 的战略意义在于，通过导入 Grok 的 AI 推理能力，英伟达可以极大的补强在这个领域的不足之处。到了2026年，英伟达还将发布面向未来的全新 AI 芯片 Rubin GPU 系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ubin 是 Blackwell 之后的核心升级平台，与 Blackwell 相比，Rubin 会显著提升 AI 性能，单卡算力达到前代的2.5倍。更重要的是，在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推理能力方面，Rubin 将有质的飞跃。基于 Rubin 芯片的专用推理加速器 Rubin CPX 预计在2026年年底开始出货。Rubin GPU 的单卡价格预计在4.5万美元到6万美元之间，比 Blackwell 芯片3万到4万美元的价格足足贵了50%。一个完整的 Vera Rubin 数据中心机柜里面部署了144颗 GPU，售价将超过500万美元。小公司真的买不起啊！好，聊完了英伟达的新闻，我们来看看 NVIDIA 股票的基本面。可以看到，它的 EPS 每股净收益的增速呈现出逐年放缓的趋势。在2026年，NVIDIA 势头依旧很猛，能够维持超过60%的超高增速。然而，到了2027年，EPS 增速就会明显的放缓。虽然也有接近30%的高增速，但就没有那么惊艳了。更令人担心的是，到了2028年，NVIDIA 的 EPS 就只有7%的增速，可能会低于标普500大概10%到12%的平均 EPS 增速。查理认为，这也是为什么 NVIDIA 的业绩如此劲爆，但是它的股价却没有像2023到2024年那样持续井喷的重要原因。投资者担心它的高增长神话逐渐归于平淡。毕竟，你的 Rubin 数据中心机器一台卖500万美元以上，它的销量可能就没有 Blackwell 那么好。如果云服务商和科技巨头的 AI 资本支出在2026到2027年开始放缓，那么 NVIDIA 的 EPS 能不能达到华尔街的预期，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外，英伟达已经是全球市值第一的股王，4.6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如此大的资金体量，NVIDIA 股票想要在此基础之上再大幅度上涨，这就需要美联储和全球中央银行持续 QE 大放水。只有池子里的美元、人民币或者其他法币的流动性上来了，我们才可能看到 NVIDIA 股价稳步上行。当然，CI 投资系统目前认为，这是接下来几个月很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接下来是 CI 系统对于 NVIDIA 股价走势的分析。可以看到，基于英伟达 EPS 高达30%以上的高增速，系统在计算 NVIDIA 未来2年的目标价格时，给予了25到35倍 PE 的高估值。在2026年，NVIDIA 的目标价范围出现在191美元到268美元，现在的市场价为189美元，要略低于这个区间，表明股价还有上涨的动能。此外，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英伟达很可能快要完成了从2025年8月到12月份这长达4个月的盘整期。接下来，我们将看到 NVIDIA 股价再度向上走高。结合技术面和基本面的情况，CI 系统给出了绿色的看涨信号。接下来就看英伟达股价在短期之内何时再度突破200美元的大关，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聊完了英伟达，我们来看看通用芯片的 Number Two，散户们的老朋友 AMD 的情况。12月18日，AMD 的 CEO 苏姿丰率领 AMD 高管团队在北京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面，讨论在 AI 人工智能电脑和服务器领域的合作。川普政府日前已经批准 AMD 向中国市场出口定制化的 AI 芯片 MI308，当然，美国政府会从中抽取15%的税费和利润分成。此外，多家媒体报道称，阿里巴巴等中国的科技巨头正在考虑采购4万至5万颗 AMD MI308加速器，这将为 AMD带来数亿美元的收入。受到利好消息的刺激
AMD 的股价本周从200美元反弹回到了215美元。如果我们看 AMD 股价走势，会发现它还处在10月初跳涨到200美元上方之后形成的平台区间。当然，整个2025年 AMD 的年涨幅高达78%，是英伟达涨幅的2倍。在接下来2年，AMD 的 EPS 增速预计会维持在66%和57%的超高增速。结合它的基本面情况，CI 系统给 AMD30到40倍前瞻 PE 的高估值。来计算它在接下来2年的目标价格。可以看到，AMD 股价在2026年交易范围出现在196到262美元，中位在230美元。公司现在的市场价为215美元，刚好处在这个交易范围之中，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从技术面来看，CI 系统对于 AMD 股票给出了中性的持有信号，毕竟它的本益比还是高达106，比英伟达46的本益比还要高出2倍以上。再加上 AMD 未来的营收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和 OpenAI 的算力大单，而 OpenAI 能不能在未来借钱融资，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这些订单，还有待观察。因此，查理个人目前没有买入 AMD 股票的计划。如果您对 AMD 投资感兴趣，那么比较激进的买点就在198到206这个中等支撑范围。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考虑。聊完了通用芯片巨头英伟达和 AMD，我们来看看定制芯片老大博通 AVGO 的走势。博通在12月中旬发布 Q3财报之后，虽然它的业绩表现非常亮眼，但是股票反遭抛售，单日暴跌10%以上。华尔街大佬亿万富翁 Stanley Druckenmiller 的家族办公室13F 文件披露，他在第3季度清仓卖出了所有 AVGO 的股票，价值高达2636万美元。查理在12月12日的节目中专门分析过博通最新的财报数据、基本面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在接下来2年，AVGO 的 EPS 增速也可以保持在40%或者更高。因此，我们以30到40倍前瞻 PE 的高估值对 AVGO 股价做了计算。可以看到，博通在2026年的价格范围出现在302美元到403美元之间，现在的股价已经跑到了350美元，处在这个交易区间的中间。如果现在是2026年的夏天，那么350的价格完全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处在25年12月份，博通的股票跑的是不是稍微有点快了一点？那结合技术面的形态，我的 AI 系统对于博通给出的是黄色持有信号。如果你已经买入了 AVGO，那就别管它，放在那儿即可。公司的基本面没有问题，业务增长依然非常的强劲。如果你想入手博通，那最好还是再等等。如果接下来几周 AVGO 再度回踩326到340的范围，是比较激进的买入点位。但是如果你有更大的耐心，还可以再等等。更大的回撤空间也还是存在的。博通的较强支撑点位出现在289到297美元，是做长线的朋友们相当不错的买点。聊完了博通，我们来看看芯片制造之王台积电的走势。相比于英伟达、AMD 和博通的高 PE，台积电的本益比非常低，只有24，1年后的前瞻本益比更是只有20，反映出公司的超强盈利能力。截止到2025年12月底，台积电确认它的2纳米工艺进展顺利，预计在近期正式量产。最新报告显示，台积电在2026年全年的2纳米产能已经被预定一空。它的大客户包括苹果、英伟达、高通和 AMD。公司在2025年前11个月的营收高达3.47万亿新台币，比去年大涨了33%，相当的惊人。摩根斯丹利预测，台积电第4季度的毛利率将突破60%，受惠于 Blackwell 等 AI 芯片对3纳米和4纳米制程的高利用率。如果我们看 TSM 台积电的股价走势，会发现它居然比英伟达更加稳健，全年 YTD 年收益接近50%，大幅跑赢纳斯达克100指数 ETF QQQ 22.3%的年收益。当然，它的 EPS 增速要比 AMD、AVGO 低不少，但接下来几年 EPS 增速都能维持在20%以上，相当的难能可贵。查理认为，
作为全球制造高端芯片的霸主，台积电的护城河甚至可能比英伟达、博通更加深厚。CII 投资系统给 TSM 25到35倍前瞻 PE 的估值来计算出它的目标价，在2026年的波动范围将出现在312到438美元之间。现在台积电的市场价格在299美元，CII 系统给出了绿色看涨信号。我们有很大的机会看到台积电的股价在接下来几周再度突破310美元的大关。查理个人也非常看好它的长期表现，基本面实在是太优秀了。最后一家半导体巨头也是最具争议的股票是美光公司。MU 作为存储芯片领域的巨头，在12月17日发布了极具爆炸性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在该季度，美光刷新了多项历史记录，表现远超华尔街的预期。可以看到，美光营收达到了136亿美元，同比暴涨57%，每股收益 EPS 为4.78美元，远高于分析师预期的3.94美元，毛利率飙升到56.8%，比上一季度的45%高出许多，自由现金流达到创纪录的39亿美元。此外，公司还提高了下一个季度的业绩指引，预计营收将进一步攀升到187亿美元。毛利率更是有望达到惊人的67%。美光确认，2025和2026年全年的 HBM 高宽带内存产能已经全部卖光了，而且价格也已经提前锁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 MU 的前瞻 PE 竟然只有14这么低？它的价值是不是被市场大幅低估了？这也确实难倒了不少投资者和分析师，因为存储芯片在历史上是类似于石油、贵金属的典型的大宗商品，它的价格会随着市场供需的变化而剧烈的波动。投资者就担心，现在可能已经是 AI 高光时刻，是半导体周期性的顶点位置。历史经验表明，一旦产能过剩，存储芯片的价格会崩盘。因此，和英伟达、博通等设计芯片公司不同，市场不敢给 MU、SNDK 等存储芯片公司太高的溢价。虽然美光的 CEO Mirota 反驳说，HBM 高宽带内存的出品改变了游戏规则，因为 HBM 生产难度很大，良品率低，消耗了巨大的产能，将使其供应长期处于紧缺的状态。但是这个观点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因为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此外，与 NVIDIA 这种轻资产芯片代工模式不同，美光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需要投入数百亿美元建设爱德荷和纽约州的晶圆厂。MU 巨大的资本开支就意味着接下来几年公司会承担高额的折旧费用，也会大幅侵蚀账面利润。更重要的是，韩国的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正在疯狂地赶上 HBM 的供应。一旦韩国的芯片公司解决了 HBM 内存良品率低的问题，美光现在享有的高溢价权和超高的毛利能否维持，也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不知道投资朋友们怎么看 MU 估值的问题？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那对于美光股价的走势，CI 投资系统还是依循惯例，给它10到15倍较低的前瞻 PE 倍数来测算 MU 在2026年的目标价格。可以看到，根据系统的计算，MU 的股价明年可能跑到310到465美元的交易区间，比现在286美元的市场价要高出8%以上。然而，考虑到 MU 在今年已经暴涨了228%，系统认为接下来它的股价向下回撤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更为关键的是，朋友们可以看到，在2027年，市场预计 MU 的 EPS 增速将会从2026年的274%暴跌到只有27%，而且到了2028年，市场预计 MU 的 EPS 增速将会变为负值，和2022年的情况有点类似。因此，结合各种因素考量，CI 系统对于美光给出的是中性持有信号。如果您已经买入 MU 的股票，坐稳扶好即可，不需要过早止盈。然而，如果还没有买入，现在并不是追高买入美光的时候。比较稳妥的方式是等待 MU 股价回撤到230美元或者更低，再考虑要不要小仓位投资。更重要的是，查理一定要提醒朋友们，
如果 MUSNDK 等存储芯片股票开始他们的下跌行情，那很可能他们会连跌1到2年的时间，总体跌幅会高达60%以上。因此，千万需要避免在历史高点附近重仓买入 MU 的股票，因为被长期套牢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好，我们小结一下，对于半导体芯片领域的5大巨头，CI 投资系统最推荐买入的是英伟达和台积电，因为他们的前瞻 PE 都不到30，而且现阶段股价也处在较为便宜的估值区间。系统认为，NVIDIA 和 TSM 在未来半年之内分别有21%和25%的涨幅，表现会相当不错。至于 AMD 和博通，他们的前瞻 PE 还是比较高，在38以下。说明股价已经有点跑过了基本面的发展。CI 系统认为，这两只芯片股在未来6个月分别只有6.5%和0.7%的潜在涨幅，属于可能跑输大盘的选择。至于美光，它绝对是一个 X 因素，充满了不可预测性。首先，它的前瞻 PE 非常低，只有14，而且2026年 EPS 涨幅高达274%。然而，因为 MU 已经在历史新高附近，而且2027年以后，它的 EPS 增速会大幅度的放缓，因此 CI 系统认为，现在买入 MU 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操作，它的最大下跌幅度可能达到20%，但是6个月后的潜在收益居然要比英伟达和台积电更高，达到了35.2%。那从这组数据来看，查理判断 MU 最好还是像特斯拉那样做小仓位的短线套利交易，或者就不参与为好，安全第一嘛。那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选择买入英伟达的股票，占了总仓位的3.3%，持有成本在178美元，预计会持续持有到2026年的下半年。好，接下来是 CI 投资系统在2025年全年的表现。可以看到，按照系统的投资方式，我们今年的总收益达到了31.1%，要明显高于标普百指数18%和纳斯达克指数22%的年收益。更为重要的是，系统在今年3月到4月份大盘大幅下跌的时候，及早提醒查理卖掉了大部分股票部位，转为 USFR 超短债防守。那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让我们投资组合的最大下跌幅度要明显小于标普和纳指的回撤幅度。总体来讲，查理还是非常满意 CI 投资系统的仓位配置的。不知道朋友们什么看法？那在 IRA 退休账户层面，查理的 IRA 投资组合取得了更为优异的表现。2025年全年收益达到了42%以上，如果我们看已经止盈的交易，会发现今年赚的最多的还是集中在礼来、纳指100、Meta、亚马逊、英伟达、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类股票。这也是查理的 CRA 组合一贯的投资风格，就是重仓持有大盘指数或者巨头的股票，以稳健的交易风格为主。不知道老观众还记不记得，查理在建立 CI 投资组合之前，一直分享的是这个 Fidelity 的投资信息。截止到12月24日，我的 Fidelity 账户也有高达32.5%的年收益，比标普500的收益率要高出接近14个点。如果你想参考查理的投资策略，欢迎订阅查理私募频道，我会在每期节目的最后分享 CI 投资组合的实仓更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2月26日 CI 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直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上周一样，CI 投资系统还是维持最大的进攻性，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之上，把剩下15%的资金放在比特币 ETF、IBIT 和 FPTC 上。超短债和黄金的比例为0。可以看到，目前标普500、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指数都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也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那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买入的股票，分别是 Adobe、Circle 和联合健康 UNH，它们的买点也在绿色括号内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这是截止到12月26日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目前涨幅最大的股票依然是波音、Figma、Adobe、
涨幅都在5%以上。但是，科技巨头英伟达和亚马逊的表现也慢慢迎头赶上来了，分别有5.4%和4.5%的净利润。查理还是蛮看好英伟达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狂飙。在2025年的收官阶段，CI 投资组合的前五大持仓依然是 Meta，占比45.1%，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5.9%，亚马逊占比8.9%，标普外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1%，和美图秀秀 Meta 占比6.8%。我们重点关注比特币 ETF IBIT 在2026年开年能否来一个强力反弹的走势。当然，和往常一样，接下来 CI 系统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你对于半导体芯片板块在2026年的走势有什么观点？英伟达、AMD、博通、台积电和美光，你最爱看好哪家半导体公司的股票？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二的节目再见。